嗨，大家好，我是 MAD 的小江老师，我是摩托老编阿水。水哥，今天我们要拍什么嘞？来聊聊模型比赛这件事情。对，然后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啊，就是曾经我也是钢弹模型王。我翻到这个2005年的照片啊，我快笑死了。怎样？原来20年前，我们两个就像现在这样坐在一起。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我们画面中间这个就是水哥当年拿的这个冠军，然后旁边我就看，阿志就说：“小江，这个是你吧？”我想说那个有点像你，但应该不是啊。对，因为这又有点日系，怎么那么 F4啊？有点帅。今天邀请水哥来，就是带着这个2005年就已经拿到冠军的作品来介绍一下我们从比赛的这个观点呢，到底会怎么样去准备，然后来分享给我们。这个能够存活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中间经历过几次搬家这个主题是什么？信念与力量。因为那个时候是钢弹系的，他那时候正在热播嘛，系的这个套路我很喜欢那其中有一幕就是怎么样，这个拉克斯他不是怎么样，他爸是什么军阀之类的嘛，然后他就交了一个小男朋友，然后就跟他男朋友说，你看我爸爸有这个钢弹，我给你，我们开这台钢弹出去玩好不好？对，你没有钱，我送给你啊，对，是买的。对，因为这个主角是什么？黄大河。对，黄大河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很强大的信念，他希望这个世界怎么样，他有一个想法，所以呢，就有了这一幕。他们到机库里面去看到这个还没有启动的这个自由钢弹的这一幕，我那时候看到就很有感触。因为那时候我也是个小伙子，他也没什么钱，我心中也是有满腹的想法，想说，我以后要做一个什么连锁店，超厉害的怎么样，就会有这种想法。可是会觉得说，想到这个未来蓝图所需要的资源，我现在口袋翻一翻，银行账户里面存款剩下9800，所以信念与力量，对，就是说信念跟力量是一个事情的两面，就是如果你光是有武器。你有力量，你有拳头很大颗，但是你心中没有一个主要的思想，那你可能就为非作歹，对吧？如果反过来，你有信念，但是你就没有拳头啊，你想的世界太平有什么用呢？对不对？你还是要有一个能够震慑，还是能够告诉人家说，我是有力量，我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那个状况，我就把它呈现出来。我现在突然发现你的力量是拉克斯我一直以为是你这样讲完，对，那这个力量好像是拉克斯，力量是拉克斯，金主金主是拉克斯，信念是黄大。我过了20年才看得懂，这个作品的第一主角是拉克斯。那这个构图你想得到要这样做呢？其实当时做法也很单纯，就是荧幕上面就是我们动画里面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内容，我们就把它做出来。水哥先找了一个主题，然后这个动画里面的画面，它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然后它有一个揣摩的画面以后再去实践出来。对。那我有一个好奇的点，你现在人跟机体的配置，谁是主角呢？人跟机体的配置嘛，其实人才是主角。然后后面的机体是背景，主角是那两个人。对，而且我觉得你这两个主角很屌，因为你这两个主角竟然是背对着观众但是却又让人家直接联想到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那个画面对，这个人你可不可以大概讲是怎么做？拿一个棒子，一个铜棒，然后呢在上面做那个，他米娅有一种绿色的 AB 补涂。然后就开始勾，然后捏一个大概的形状，胖胖的人的形状，然后再等它硬了之后，再用刀削出这个样子。20年前的东西，你现在看有一种古朴的味道，有一种素的，但是那个感觉有道我觉得你这个现在再去报名还是会得奖。有吗？这个应该会哦。现在的比赛大家都很华丽的。我想要传达的是，比赛作品我也常常在看，那偶尔会有一些我觉得主题很有张力的，但是大部分我觉得现在的风向比较像是我们把一个东西做得很细，但是反而你做这么细，导致我觉得也让我感动的作品就没有那么常见。就是视觉密度太平均，也没有主题构图氛围。对，就对，我们看的大概是一样的东西。对，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你的那个色彩配置为什么你要做成未启动模式？因为它在动画里面，它就是还没有启动对那个状态是怎么样？它其实传达出一种氛围，就是山雨欲来，有没有？
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现在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啊，接下来个绑出去。你看，哎，接下来个绑出去，世界要变化了。所以未启动的那个氛围是更有那个气氛的。但是我觉得你又很聪明，因为未启动灰灰暗暗的啊，所以你又做了这个亮光，因为它要有金属的感觉嘛。对不对？它机器人嘛，就我心中的钢弹的样子，一直都是跑车的感觉。它是一个很炫炮的战争武器，但是它本质，你说战争武器跟炫炮这两件事哪一个比较重要？炫炮比较重要。对，我的观点。所以我在我心中想象的钢弹，我一直觉得钢弹其实是亮光，像跑车那种亮光的感觉。对。所以我就把它那个表现做出来。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啊，就是我。近期我很喜欢那个线的元素，我觉得这个电线你这样排，很帅啊！可以分享一下这个你当时是怎么布局啊？用了什么材料？电线的话它就很纯粹，就是想象，就靠想象的。就是我们先有这个主框架嘛，主框架是什么？就是这个机体、这个人还有这个桥，这三个东西基本上就是这个东西的主元素。对。那其他的你就要靠想象，它在动画里面的确有一些线插在它身上，还没有落掉。对，那一部分我们就照动画去呈现之后呢，我们就会拼出一个这样子的场景，就看着这个视觉，就像画画一样啊。你主体画好了，这边有一个空位，我们补一棵树，树上去不错，但是好像缺什么，我们再画一只鸟。鸟觉得不错，但是又缺一些细节，我们就画个鸟叼一只树枝。就是一直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这个作品的陈列，这个地方有一个大部分的空白。对，那空白我们就拉一个线让它去有一个纹路，有一个线条的造型这样子。那它这样延伸过来。要有线的集中的处，因为这里画面里面有很多线嘛，对，线要有一个中控台才比较合理，对，所以我就做了一个中控台啊，所有的电线最后都会经过各种管路连到这个中控台，那就可以增加这个场景的说服力。对，那这个东西是动画里面没有，就要靠自己的想象。你建构一个场景之后，这样合理吗？对，这样对吗？就是去构思这样。其中还有2条线真的有功能，眼睛是会亮的。然后还有这个上面这个是监视器还有后面的这个台这个台它有点像7星灯这样子一闪一闪，而且我还那时候还用了 SMD 这种 LED， 现在听起来没什么，但是20年前我去买的时候，我问他有没有比这个更小的，没有，那时候是高科技，他说有一种比较新的特别贵，我就说那个怎么用，就买那个 SMD 的 LED， 然后闪度很好嘛，我是念那个广告设计科的。所以有一些这个概念我们就要有一个视觉的路线去引导你聚焦向中间。视觉引导，对，一个引导那所以我就在这边布置了这个线的这个透视感，然后把它引导到中间去。然后你刚才带来的时候啊，我以为这上面是放了20年神钩，结果真的是你当时做的旧画呢。这个事实是真的神钩。有一些东西越沉越有味道，这个真的是谁勾？我那时候做的时候是很干净的。但是我跟你讲，说到这个，你的水性颜料，我们是一块海绵粘附上去，轻轻的做拍打，就有一点这个效果。对，粘的越少，我们用不同的颜色堆积，对，就是这样。那我觉得我们对你这个作品也聊了不少了哈。那么水哥可不可以帮我们整合一下？所以如果现在的年轻人要参加比赛，除了技法，我还要努力什么呢？如果有一个人想要去比赛，对，那他如果要比赛，他的想法一定是想要得名，对吧？那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如果你要得名，第一个关键就是你的作品要吸引人。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那个构图，构图跟亮点。所以我觉得要显眼，然后吸引人去看，然后接下来你要让评审能够看到被你的作品吸引之后呢，他要能够一直看，一直看。对，评审留在你作品前面的时间越长，你得名的机会就越高，因为你值得一看再看。那如果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他看2眼，我看完了，他就走，那就表示你没有什么内涵可以让人家一直看下去。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个顺序的。了解。我觉得比赛的方针，就像那个有没有我们男生去追女孩子，你第一眼绝对不是看到她的文学内涵，有没有？你第一眼是，这个女孩子造型很显眼，造型很显眼，然后身材很好，对不对？我们没有那么肤浅，我们一般都是看她穿搭怎么样，对不对？然后呢，再来就是你才会有兴趣去接近她，对不对？然后呢，慢慢的透过认识才会去跟她那个。
才会去跟他认识越来越深，依着他越久，他入围的几率就越高，就表示你对他越有兴趣。对，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这种概念。对，很有道理。这个真是令人怀念啊！2005年，哇，太恐怖，20年了。以前你看以前的时代，什么东西都有这种杂志，有纸本，你可以随时翻阅。我觉得那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时代了。哇，你看，电击钢弹模型王决定战2005，在封面的，这是一辈子的荣耀。对，也是这件事情影响我后来一直投身在模型圈里面。要不然本来是要去卖小吃的。所以你看，一次的比赛，一次的冠军，就真的改变了人生的路径。那跟我蛮像的，我也是有一次当封面的，所以我就来卖工具了。我觉得比赛作品看完，我觉得一定要分享一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20年前我们买这些工具耗材到底有多难。是哦，那时候几乎都土炮，或者是去找其他的代用品。我们先从斜口钳。那个时候我只有那个最厉害的叫做74035，而且我那时候买74035，我要存钱存好久，对，才可以买一把那个。那时候只有哈塞高瓦的白色鹰嘴刀，然后还有一个10颗片，还用一个很漂亮的蓝色盒子装。然后我去模型店问老板说：“老板，这个10颗片怎么用？”结果你知道老板说什么？不会用你跟我买。还被骂，我就自己出，你说我不会，我就自己学，自己画，自己做，做到全部的10颗片都是我画的，你怎么样？这样可以吧？然后那家店现在都在卖我的10颗片，我就不要讲，有时候会这样，超好笑。以前的时代是你买了一个东西，你就是闷闷的用，你去找同好会，线下没有大家都会办聚会。然后问这个怎么用，然后大家就讲啊，这个要怎么用，这个要怎么用。现在的氛围比较像是事情做不好先怪工具，涂上去为什么这个颜色这么丑，就是先骂再说。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状况。对，反正就我是蛮怀念那时候我们每天除了自己做作品，还有一件事很重要，会去网络上滑部落客。那时候主要资讯来源是阿水的居酒屋，重潜居酒屋。然后我第一次看到这位冠军的时候，他走路啊。我第一次看到水哥的时候，高兴的呢，我觉得这个人有点臭屁，有点拽哦，但是呢，看他写的文章又很有用哎，偷看偷学有没有？对，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就是一路这样过来，然后最后我觉得现在啦。有了水漆以后啊，我加上我们现在画笔这么方便，现在要画这样子，做一样的事情简单很多，然后你以前捏这个人，我这次也有捏的，我这次是用那个 UV 的光固画图，那个也很方便。我那个铜棒手插下去，然后捏2下照，对，马上干，不到1分钟。对，当时我要等半天，我捏一个手掌半天，对，然后才能够再往下做。对，真的这个时代的进步实在是进步太多了。UV 这个东西也是时代的进化，20年的岁月就这样过去了。我从来不觉得我有老过，我到现在做模型的心态仍然就跟20年前差不多。是一样。我现在玩的时候还是会有像当年那种快乐，那种热忱啊。只是你没有那么大的整块的时间可以去消耗在这件事上面。最大的差别就是老花眼，剪零件要用放大镜。我真的很痛苦，贴水贴。很细的地方看不到，而且还要越贴越远。对啊，我现在都这样看，都差不多了。对啊，所以这一集呢，真的非常谢谢水哥过来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还年轻，还有想做的作品，真的要马上就要开始做，它就会成为一个结晶，成为你一个时代中的代表。所以我觉得模型是一个很值得做的事，它会留下一种痕迹，这都是青春的证明。对，真的太精彩了。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那喜欢我们的频道，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谢谢大家。拜拜。水哥，我想要跟你聊一下，很多朋友刚比赛的时候，黑箱，你感觉怎么样？我觉得黑箱我不能排除它不存在的可能，但我觉得它趋近于零，那一定是特殊的巧合，比如说刚好这个人，刚好那个条件，但我觉得这个条件，我觉得很难。有时候也不见得是蓄意的黑箱，就像我说，我记得有一年比赛，有一个人拿了改套，市售的 GK 改套去把它拼在作品上面，那改套做的很成熟，那评审就觉得哇，这个完成度改得很棒。对，可是事实上不是他改的，那是他去买来的改套啊。那你说这叫黑箱吗？就是当时的评审没有第一时间
辨别出来。对，那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因缘际会的巧合，但是当然人是这样思考的，就是如果有一件事不如我的意了，那么怪罪别人是最简单的。对，我如果没有拿第一名，那一定是别人冲康嘛。这种想法是最舒服的，对不对？对，我为什么没有追到那个女孩子？因为有人冲康嘛。对不对？那一定是这样。为什么我在公司没有升迁呢？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捅我嘛。检讨别人永远比较简单。但是我觉得到这个岁数，我也40、50岁了，凡事往内求会比较好了。那黑箱的事情，我觉得几乎不存在。我的认为是这样子。我会这么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有很多朋友，第一个他可能不清楚规则，所以他花了很多的努力，我们讲的拳击科线好了拳击科线以及像我这样新增很多科线，他可能觉得现场的单体都没有个人科的比我多，为什么我没中？你说到一个很好的关键点，方向感。我常常讲说，努力是一回事，努力肯定是好的，对，但是努力的方向是不是对的？对，这也是很重要。你做了很多科线没有错啊，我们就假设你的科线连起来可以绕地球1圈好了，你科超多了对吧？但是你的科线是否符合美感，符合逻辑，符合那个科线的布局？对，这又是第二个问题，对吧？所以有的人他是。像你说的，他不了解评判的核心，对，那他就觉得我只要一直努力就好了。比如说，他就一个细节我就细节我就做很多，第1层、第2层、第3层，对不对？但是你参加的是场景组啊，努力错方向。对啊，你做很多努力，这是不可否认。但是你参加的是场景组，场景组要看的是整个场景的故事性跟张力，那就方向错了。但是这种方向错的确会让人家产生怨言，就是说啊，我这么努力，你为什么没有看到我？你们是不是狗眼都瞎了？挫折。对，但不见得是这样。那还有一种是，因为这是我在网络上近期看到的，就是例如说我们刚才练完的说，我们需要主题，需要构图，需要色彩规划，然后需要视觉引导，他也都做了，结果仍然是没中。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有可能会发生这样啊。可能你的来的这些评审也是人，只要是人做判断的场合，就会有误差，因为人而产生的误差，这是人类就是这样子。刚好可能这一挂子人来，他都比较喜欢现代简约的。那你这个复杂很多就不行。那刚好来的都是一堆喜欢越复杂越好的，那你做简约的就不受青睐，所以有一点运气的成分，这不可否认，不是吗？对不对？你今天为什么赛跑冠军第1名？因为你本来是第2名，第1名那个刚好拉肚子了，所以你就第1名。那你得第1名的，你会怎么想？你会觉得我理所当然。他运气不好也是一个，他实力不够，他运气才不好，他才拉肚子。对。但是他怎么想？他想说，要不是我拉肚子，怎么可能轮到你当冠军？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这都是人的多样性。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啦，我如果去参加比赛或参加什么事情没有做好，我仍然会先回头看一下，我是不是我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对，我觉得大家参加比赛，经验跟技术都是很重要的，要用全力以赴，才不会愧对这个作品。但是你的心态要平常心，就是我锚定了，我就是要来拿冠军的。但是没有呢，就算了，至少我把这个东西做出来。那你哪怕没有得到金牌的肯定，你也得到自己的肯定。在这个时代、这个条件、这个 moment， 我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了，它就是我最棒的结果。这也很好，这也很棒，不是吗？对不对？对，所以大家记得水哥说的，反正你就全力以赴去做，对，不要留下遗憾。对，然后至于结果，那个就是附加价值的了。真的，对，好，那这一集就到这边了，拜拜。